以前小时候常听长辈说天气热，最好不要去河边玩水，尤其是鬼月。这事是发生在我高中的某一年，就让我来叙述这个故事吧。我是黑竹，记得那年的农历7月特别闷热，连续好几天气温都飙破38度。我和几个高中死党约好去野溪消暑，选了个离村庄不远的秘境景点。虽然大家都知道农历7月不宜玩水，但年轻人谁在乎这些？事后我才知道，那条溪当地人叫黑水溪，据说是因为在密林里，因人烟稀少，容易出事。老一辈的人都不准小孩靠近。溪边立着一个斑驳的水泥告示牌，上面刻着“民国63年历”，底下模糊地写着“禁止戏水溺毙多人”。那些字迹已经长满青苔，几乎认不清楚，但溺毙2个字却异常清晰，像是被什么人反复擦拭过似的。黑竹这地方真的可以吗？我表哥上礼拜才来过，阿志拿着手机导航，带着我们穿过一片树林，走了大概20分钟，终于听到流水声，溪水清澈见底，周围被翠绿的树木环绕，确实是个避暑的好去处。我们一行5个人，除了我和阿志，还有小美、大雄和阿强。小美从一开始就显得有点不自在，她说自己小时候差点在溪边溺水，对玩水一直有阴影，但在我们的怂恿下，她还是跟来了。这溪水好冷，小美试着把脚伸进水里，却马上缩了回来，总觉得怪怪的。哪有那么夸张？阿强一个箭步跳进溪里，溅起大片水花。我们把东西放在岸边后，除了小美，其他人都下水玩耍。水确实凉爽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这溪水有种说不出的怪异感，特别是当我低头看着水面时，总觉得水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动。玩了一会儿，阿强提议要去上游探险，那边据说有个小瀑布，水深极凶，其他人都兴致勃勃地同意了。小美则说她想在岸边休息，临走前，她欲言又止地拉了拉我的衣袖。黑竹，我总觉得这地方不太对劲，别想太多了。我笑着说，却没注意到她眼中的忧虑。现在想来，那个瞬间的忽视，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。往上游走的路比想象中难走，树林很密，阳光被层层树叶遮住，地面阴暗潮湿。我们走了可能有半小时，却还是没看到小瀑布。奇怪，应该不会这么远才对。阿志皱着眉头看手机，这里好像没讯号。我们试着原路返回，但周围的树林看起来都一模一样。更糟的是，溪水的声音似乎从4面8方传来，我们完全分不清方向。天色也开始慢慢变暗了，林间起了薄雾。小美，我们开始大喊，但回应我们的只有空洞的回音。突然，整个树林陷入了诡异的安静，连树叶摩擦的沙沙声都消失了，仿佛时间静止了一般。就在这令人窒息的寂静持续了几秒后，我们听到上游传来哭声，声音断断续续的，像是小女孩在哭泣。会不会是小美？大雄说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循着哭声，我们来到一处较宽的溪段，这里的水特别深，水面上飘着一层白雾。完了，我们真的闯祸了。我在心里想着，早该听小美的话的。后悔在这一刻涌上心头，但已经太迟了。突然，阿志指着水面惊叫，你们看，水里倒映着我们的身影。但诡异的是，倒影比实际的人数多出一个。那个多出来的身影穿着白裙，长发遮住了脸。更可怕的是，当我们停下脚步时，那个倒影却还在动。快跑！我大喊。就在这一瞬间，阿强的脚下一个踩空，整个人就掉入水中。当下因为天色已晚，没人敢贸然下水，我们只好快去附近找木头或竹竿之类的东西。当我们找到时，已经太迟了。回到刚刚的水边时，阿强已消失在水面之上了。这一切发生得太快，我们吓得魂飞魄散。我们唯一能想到的，就是赶快回村里找大人帮忙。但无论怎么跑，
都好像在原地打转，雾越来越浓，视线所及之处全是摇晃的树影。这时我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，像是有人在追我们。别回头，我喊道，但大熊还是忍不住转身看了一眼。我永远忘不了他脸上的表情，那是一种纯粹的、彻底的恐惧。他在笑。下一秒，树林里的雾气变得更大，我们根本看不清前方的道路，只能拼了命地往前跑。中途我有听到大熊叫了一声黑竹等我，但因为我们太害怕，不敢往后看，也不知道跑了多久。我和阿志终于看到了来时的路，跌跌撞撞地冲出树林后，我回头看，大熊没跟上来，人不见了。我和阿志急忙在岸边叫着小美的名字，但小美人也不见了。她的手机荧幕还亮着，上面是一条未发出的讯息：救命！我看到她了，那个溺死的女孩。报警后，搜救队找了整整3天，他们在上游发现了一些零散的物品，小美的发圈、大熊的手表、阿强的鞋子。最诡异的是，在岸边的大石头上发现了几个湿湿的脚印。搜救队长说，那些脚印像是有人刚从水里走上来的感觉，但是当下附近有水，他都很清楚，但没人光着脚在附近走路。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是，那些脚印的大小各不相同，有大人的，也有小孩的，就像是不同时期溺死的人留下的印记。后来我去打听那条溪的事，一位住在附近的老婆婆告诉我，10年前确实发生过一起离奇的溺水事件。一个叫小玲的女孩在7月15那天去溪边玩，结果失足落水。但诡异的是，他们找到遗体时，女孩脸上带着诡异的笑容，好像看到了什么特别开心的事。那之后每到农历7月，这条溪就会特别奇怪。老婆婆神秘地说，有时半夜会听到女孩的笑声，有时还会看到有人在溪边跳舞，但你要是过去看，就会发现那些人的脚没有踩在地上。现在阿志也跟我一样，整个人变得疑神疑鬼。有一次我们偶然在便利商店碰面，他紧紧抓住我的手，说他每天晚上都会梦到那天的场景。黑竹，你知道吗？他颤抖着说，我总觉得我们不是偶然走到那条溪的那个地方，他是刻意把我们引过去的。最近我又开始做噩梦了，梦里的场景变了，不再是那条溪，而是我家的浴室。每当下雨天，我总会听到水管里传来细微的说话声，像是很多人在交谈。有时是小美温柔的提醒，我说过了，这里不对劲。有时是大熊绝望的呐喊，别回头。更多时候是那个小女孩的邀请，来玩水吧，这里很多人陪你玩哦。最可怕的是，我发现自己开始对他们的邀请感到心动。也许这就是黑水溪的诅咒，它不只吞噬生命，还会慢慢侵蚀你的理智，直到你心甘情愿地走向那片死寂的水域。那天之后，我就再也不敢照镜子了。但我知道这不是结束，因为每天晚上我都能听到浴室传来水滴声，还有小玲那恐怖的嗓音，来玩水吧。